纳什尔曾经在一个糖果工厂上班，每天给孩子做好早餐。清晨出门，穿过巨大的城市，来到工厂办公室里的电脑前工作。她希望丈夫能够挣到更多的钱，保住租金上涨的房子，让儿子不必频繁转学。可天有不测风云，新的裁员名单里，纳什尔赫然在列。干了大半辈子的工作，说丢就丢了，这无疑对这个家庭来说是雪上加霜的大忌。纳什尔不敢把这个坏消息告诉家人，直到深夜才悲伤地向丈夫说出了此事。第二天，她重整旗鼓，开始四处投简历。一次次被拒绝，甚至还有打着招聘骗钱的学习班。丈夫的工作是个门卫，薪水微薄，升职加薪几乎没有希望，不过却是个温柔体贴的男人。纳什尔不想埋怨丈夫，她锲而不舍地找工作，甚至开始打电话问朋友帮忙，但也毫无起色，焦虑也与日俱增。终于在这一天，她接到某个人才招聘服务网的面试邀请，纳什尔孤注一掷地前往。那是一栋现代化的写字楼，纳什尔鼓起勇气来到这家公司。可是令人失望的是，前台连正眼都不看地说，今天的公开面试取消了，昨天那个职位已经找到了人。满腔希望化为泡影，纳什尔又沮丧又委屈，看着前台一脸的冷漠，最终忍不住爆了粗口。在芝加哥的街头上，纳什尔一边抹眼泪一边往回走。忽然，街对面一个名为熊的三明治店映入眼帘，看到这儿我忽然有种想泪奔的感觉。这是我追了3年的熊家餐厅之前的样子，太令人感慨了。纳什尔鬼使神差地来到这个餐厅，一推开门，熟悉的嘈杂声迎面而来。表哥和一众人在前台忙碌着，混乱中，纳什尔要了一杯咖啡，表哥顺手就塞给他一个免费的没人认领的三明治。纳什尔拿着三明治来到用餐区，找了一个位置坐下。胖子正在游戏机上打得热火朝天，卡米的哥哥麦基在一边的桌子旁装纸巾盒。纳什尔一边吃一边忍不住痛哭流涕。当胖子的游戏 game over 的时候，麦基发现嚎啕大哭的纳什尔。表哥解释说自己给了他一个免费的三明治，难道是喜极而泣？胖子表示他输了游戏也很伤心。表哥接着说他也很伤心。3人打打闹闹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表哥和胖子丢下麦基溜了。麦基拿着餐巾纸，一边装盒一边上去搭讪，开口就问：“是不是三明治太难吃了呀？”一句话就把纳什尔给逗乐了。麦基接着问：“是不是今天过得很糟糕？”纳什尔表示不能再糟糕了。纳什尔反问麦基今天过得怎么样，麦基干脆就坐下来聊了起来。要说这麦基真是妥妥的社牛，要换成卡米肯定没办法说上话。麦基告诉纳什尔，这里的厕所会爆炸，因为没有钱修，送货的缺斤短两，因为拖欠货款，一开门就忙得像打仗，因为人手不够。作为交换，纳什尔也把自己的困境说了一遍。麦基问他说出来是不是好受点，纳什尔说没有。两人无奈地笑了起来，看来鸡汤是没有用的。这时麦基收到弟弟发来的短信，里面是一盘菜，哥哥拿给纳什尔看。虽然麦基也看不出个什么名堂，但他自豪地说自己的弟弟是个厨师，是那种天生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，目标明确，而且还天赋异禀，非常勤奋的家伙。纳什尔感叹，这跟做梦一样。麦基表示赞同。在纳什尔的询问下，麦基介绍这个餐厅是老爹开的，但是开门没多久他就跑了，因为满头的代付账单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。这个小破店唯一的价值就是这帮朋友，除此之外全是糟心事。微薄的利润仅够维持，没钱修理破旧的设备，没钱填补欠款，天天都被现实摁在地上使劲摩擦，却毫无还手之力。但是这群朋友很不错，试想生活中所有的快乐的事儿、美好的事儿、值得庆祝的事儿，都是围绕着食物。现在有朋友有食物，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？纳什尔问，那如果再选一次，你会做什么？麦基马上摇头说自己也不知道。纳什尔自言自语地说自己也什么都不擅长，但是什么都可以做。麦基则觉得自己什么都擅长，可就是没办法专注一件事儿。这不就是大多数普通人的特点吗？
接着麦基说起自己小时候有一次参观了一栋古老的大楼，每一层都有不同类型的店铺，大家都很专业，穿着正装，忙着手头的事儿。这座大楼就像一个美梦成真的地方，所有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。当纳什尔赞叹这真好时，麦基忽然反对，说这一点都不好。他觉得这不是他的人生，他生来就是要照顾别人，他的人生就像大梦一场，是可以随时被忽略掉的存在。这些话真正在暗示着麦基最后的选择。是啊，有的人生来就知道要做什么，目标明确，而有的人似乎天生就是透明的，只是为了某个特定的时候，为一件特定的事而存在。而更多的人甚至连这个特定都没有，就被忽略掉了。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，芸芸众生。纳什尔也感叹自己在找工作时，那些工作的人都那么年轻，年轻的没有经历过什么，不知道真正的压力是什么，没有被无助和悲惨的命运捶打过，但即便如此，自己也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成为他们中的一员。他们年轻的令人嫉妒。纳什尔接着说，自己愿意做任何事儿，打扫卫生、拖地、洗碗，什么都可以做。自己也没什么理想抱负，从不冲动、意气用事，更不会耍性格、闹脾气，或者梦想着拯救世界，只是想挣一笔稳定的工资抚养孩子，就那么简单。可是却没人想顾自己。麦基几乎没有犹豫地表示，自己这个垃圾小店正缺一个厨子，而且工资很低，但可以和一帮吵闹而有趣的人在一起工作，偶尔可以有点小费开心一下。问纳什尔是否愿意加入，纳什尔意外极了。就这样，两人匆匆一叙，纳什尔开心地回到家，做了一顿美味的晚餐，然后从包里拿出那件熊家餐厅的工作服，爱不释手。这集通过一篇看似人物小传的独立故事，挑明了本剧的编剧思考，也让本剧在我心目中彻底封神。本集大半集都在介绍纳什尔的生活轨迹和遭遇，动用大量篇幅铺垫了纳什尔一把年纪找工作被拒的场景，把来自高效冷酷的企业管理系统的冷漠刻板，只谋求企业利益忽略员工利益的面貌展露无遗。纳什尔在45岁时被工厂辞退，这个年纪无比尴尬，孩子半大不小，猜测应该是上中学的样子，在家时就沉迷在游戏里，房租说涨就涨，说明房子更好租，或者物价上涨了，房地产整体都在涨价，有钱人囤地盖楼，但普通人却在默默为这种繁荣买单。在一切经济规律中，普通人的感受被忽略掉了，工厂宁愿用更年轻、更便宜、学历更高的人，这些老的就需要被淘汰，不必考虑他们的处境，理由是那么理所当然、合情合理。工作岗位只提供给年轻人、高学历的，这更是理所当然、合情合理。这让人不禁要问，难道这个世界只有中老年的有钱人，只有年轻人吗？难道年轻人不会老？但这并不是中年危机那么简单的解释。在这里，编剧要说的是，来自高效冷酷的企业管理系统，是不是很眼熟？是不是很扎心？而这一切被街角那家熊家餐厅打破了。时间线是发生在熊家餐厅第1季之前，卡米哥哥经营的牛肉汉堡店的杂乱无章、管理随意、找乐子大于挣钱，充满开心和谐的情景，与纳什尔面对的现实格格不入。从理想者的角度说，这样一家牛肉汉堡店真是工作的天堂，但用现实的眼光看，这样一个牛肉汉堡店是没有前途的。它缺乏员工管理意识，缺乏精打细算的成本控制，更没有产品质量控制和更新。所以说，它缺乏一个高效冷酷的企业运行模式所需要的所有要素，但是它却拥有作为一个人所需要的所有快乐要素：食物、朋友、爱和关心。它刚刚好，充满温情地容纳下纳什尔所遭受的一切打击，这是多么让人羡慕的机遇。有多少失业的中年人，当他们深陷困境，上有老下有小却失去收入，或者背负债务时，会希望碰到一家属于他的熊家餐厅，用他的快乐、包容、不重名利、没有机械化的规则，不强迫人变成机器，不压榨人的每一分钟，不会在你中年困境之时抛弃你，他包容你、收留你，与你分享彼此。所以，熊家餐厅是一个梦想成真的餐厅。这让人瞬间就开始怀疑，这个熊家餐厅真的是像第1季我们从卡米的视角看到的那个令人讨厌的样子吗？看了3年，我才知道原来藏在这个老破餐厅下的是一个理想天堂。不过编剧并没有让观众的思考停在这里，
他也并不只是想通过这个故事给大家描绘一个天堂，而是一个试验，一个失败的试验。就像麦基所说的，他觉得他生来就是为了保护他人。这个餐厅里的和谐的生态环境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。哥哥麦基就像一个浪漫的英雄，为了维持这个餐厅，自己扛下了所有人的风雨。每个人都有了工作，虽然收入微薄，但却可以维持生活。只有麦基要面对所有的麻烦，入不敷出的经营状况，不断老旧损坏的设备，无法达标的检查等等。更甚者，连家人都不理解他，只有母亲在默默地支持麦基。在继父李的眼里，他就是一个败家子和一个失败者。李并不仅仅是一个人，而是代表了大部分普通人都会这么看待麦基。没有人理解他，他如同一个孤胆英雄一样，默默扛起了一切。到现在，如果谁还敢说他无能，我就会跳出屏幕掐死谁。但最终他失败了，被现实重重的捶打后，彻底失败了。在第2季，在那个圣诞晚宴上，李的所作所为、所说所讲，对麦基充满了蔑视和侮辱。但真正伤害麦基的是家人的冷漠，所有的人都不理解他，他们的沉默就是默认他们的看法和李没有什么不同，不同的只是李说了出来，而他们没有吭声，甚至连表哥都没有吭声。而且母亲终于在不堪重负下情绪崩溃，这成了压倒麦基的最后一根稻草。母亲的崩溃让麦基既内疚又自责。作为儿子，他并不能让母亲感到自豪。也许母亲理解他，也许母亲并不理解，单纯只是作为母亲对儿子的爱而无私的全力支持。但麦基再也扛不下去了，他用一颗子弹草草地结束了这一切。临走前，他留了一大笔藏在番茄罐头里的钱，并给弟弟卡米留了一封信以及藏钱的位置。这笔钱想必是希望由弟弟来实现这个梦想，但他也不希望这个老破餐厅成为弟弟的负担，所以他特别在信里留下了这句顺其自然。没想到卡米执着地扛下了这个餐厅，他只是单纯想实现和哥哥一起开餐厅的梦想。相比哥哥麦基，卡米更专业，更有目标，更锲而不舍。他把这笔钱都花在了餐厅的改造升级上，并且复刻了高效冷酷的企业运作模式，想把餐厅变成这个规则中的佼佼者。而卡米和哥哥麦基一样，他没有舍弃任何一个老员工，他决定拖着他们与自己一起前行。虽然步履蹒跚，但他从未想过放弃他们。故事讲到这儿，当卡米把后厨变成了刻板的毫无生气的流水线，甚至连表哥都变成了一个一丝不苟的机器人，大家在变得更专业更机械化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头？有没有扪心自问，这合理吗？这是谁的错？是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？是优胜劣汰的规律？是追求高效的企业化规则的错？亦或者是顾客的傲慢？到底是谁让一份工作变成了一次超级碗？故事还在继续，熊家餐厅会给我们一个答案吗？也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会有自己的答案吧。我很期待熊家餐厅的剩下几集。好的，本集我们就聊到这儿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，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，我们下期见。Chef! The almost, Chef, almost.